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大选，共和党可能会抛弃乌克兰。近期呢，2024年美国大选已经进入了预热状态。美国共和党的2名候选人特朗普和桑德斯不断的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全都反对民主党的乌克兰政策，并且得到了很多共和党人的支持，在选民中也有很大的市场。这种局面是拜登政府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民主党上台以后极力的怂恿乌克兰加入北约，一再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终于引发了乌克兰战争。而特朗普对俄罗斯和普京是出了名的亲善，即使是在他下台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面，特朗普也不断的指责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如果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当中再次获胜，可能会完全推翻民主党现行的乌克兰政策。这不仅仅会导致泽连斯基政府立马垮台，更有可能让民主党在这场战争当中所制造的种种黑幕大白于天下。现在民主党呢只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劝特朗普回心转意，另一个选择就是不让他上台。现在看来呢，特朗普这个人呢，如果不是被人抓住了实锤，他是不会就范的。这2-3年以来，美国司法机关不断的针对特朗普发起法律行动，甚至直接搜查了他的胡海庄园，据说弄到了一批解密的文件。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能够断绝特朗普的政治生涯，也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谋求竞选。所以民主党恐怕要更加依赖第2条道路，那也就是说服选民不要投他的票，就像在2020年的时候那样。今天的美国社会呢，反华反俄已经被煽动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在对俄问题上还有特朗普这样的人唱反调，但是在对华问题上，两党的立场是罕见的一致。特朗普和桑德斯反对支持乌克兰，不会为保护欧洲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买单，那他们会决心为保护台独分子买单吗？如果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这些亚洲地区的盟国遭遇了战争，美国会出动士兵保卫美国的这些盟友们吗？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特朗普、桑德斯能够如此轻易地把乌克兰交给俄罗斯来处置，那么台湾就是中国大陆的下一顿饭。按照美国人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呢，美国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国家，但是在美国盟友的眼中，看到的却是美国对欧洲、北约国家以及对日本和韩国的百般的敲诈勒索，经常试图从他们身上榨点钱来填补美国的预算的黑洞。拜登上台以后，没过2年就发生了乌克兰战争，欧洲国家因为切断了对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关系，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是一个相当于中石化的超级大企业，他日前宣布要裁员2600人。对于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化工企业来讲，这样庞大的裁员意味着空前巨大规模的停产。以出口为命脉的日本和韩国也已经出现了贸易逆差，如果持续下去，也会是不堪设想的危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国，在国际经济动荡之下，同样是非常的脆弱。全球市场是如此的风雨飘摇，美国人还要搞乱、搞乱再搞乱，所以美国标榜自己在维护世界秩序、保卫盟友安全，完全是自欺欺人。美国还经常吹嘘在全球范围内领导盟友实施反恐、反毒品和反武器走私等行动，那就更是让人嗤之以鼻了。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购买，毒品产业根本就不会存在。民主党政府已经在很多州开放了大麻的合法买卖，正在讨论海洛因的合法化问题。反毒品在美国就是一个笑话。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拥有枪支的国家，枪的数量比人口还多。美国搞什么反武器走私有什么意义呢？至于反恐，如果不是美国所主持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大范围的极端的贫困，哪里来那么多的恐怖分子？所以民主党的拥趸们要是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来反对特朗普或者桑托斯的当选，那完全是自欺欺人和混淆视听。美国的对外政策陷入了全面失败，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不管他们自称要对盟友、要对世界承担什么责任，都不会再有人相信的。好，这期话题我就评论到这里。